今天给大家讲述一个大学里的传闻。徐慧从小痴迷于美术，家庭并不富裕，无法得到专业培训，只能靠自学来提高技艺。他用自己的作品和考试成绩成功考入省大。这座以艺术见长的大学汇聚了众多学生，包括他这样为追求前途和爱情而不断努力的年轻人。学校为了照顾学生们的训练需求，美术系4到9楼向外出租，每个月只需花费80块钱就能租一个小练习室。可徐慧这个学期有些晚去，只租到了9楼一间，高得让人望而生畏。此时整个9楼只有他一人，但他却觉得这样很好，因为这里宁静无声。他喜欢描绘人体，尤其是那些线条美丽、皮肤白皙的女性身体。这种向往和痴迷深深扎根于他心底。只是他没有模特儿，只能依靠自己的想象和从画册和电影中得来的一些记忆。他的课室只有几把墨椅和一支画架，还有许多颜料。这个晚上，徐慧正支好画板，构思着他画中的女主角。突然一阵轻微的敲门声传来，他诧异这么晚了会是谁呢？这楼层极少有人来的。他看了一下表，刚好10点半。他拉开门，发出吱嘎一声响，长长的尾音在这空旷的楼层显得格外刺耳。门外站着一个女孩子，样貌清秀，只是脸色有些苍白。同学，有什么事吗？徐慧问道。女孩淡淡的开口，苍白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打扰了，我是对面课室的，我觉得很无聊，你给我讲个故事吧。徐慧很疑惑，他记得对面没人的呀，可能是新来的吧，他想。于是他让他进来。他在他画了一半的人体画面前停了下来，很认真地看了一会儿。你在画人体呀？我能够做你的模特，但是你要讲故事给我听哦。徐慧有点惊呆了，想不到这样的好运能够降临到他这样穷得掉渣的人身上。这样精致的女孩子，竟然自己主动请缨成为他的模特，他实在是感激不尽。于是他兴奋地点了点头，开始讲故事。他讲了一个虚构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勇敢的女孩在追求自己的梦想的路上所经历的困难和挫折，最终获得了成功和幸福。女孩子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但她能感受到她的认真和专注。讲完故事后，她又开始画画，女孩子则静静地坐在一旁，做她的模特。徐慧兴奋地向她的室友们讲述了她的经历，但他们都大吃一惊。原来教学楼曾经发生过一件事，一个女生因为走错了教室而认识了一个男生，男生一见钟情，每周讲一个故事给女孩听，并请她做模特。女孩怀了男孩的孩子，但不同意打掉他。于是男生在他们认识的第7个星期那天逼女孩喝药。那晚男生还没来得及按照约定讲故事给女孩，因为女孩失血过多，死在了那间课室，那正是917教室。徐慧惊讶地发现，她的课室就是917。她的脊背一下子发凉，感觉有些恐怖，但她马上平静下来，因为她不是迷信的人，更何况那几个室友想来也不是什么靠谱的人，捉弄她的可能性比较大。每周她都会见女孩，并讲一个故事给她听。女孩总是在夜里10点半准时来到她的课室门前。时间过得很快，徐慧已经完成了6张美丽的人体素描。然而这晚是第7次见面，她突然想起那个传说，她的汗毛瞬间竖立，心中充满恐惧。她努力甩掉这些不祥的念头。这个晚上，那位美丽的女孩还没有出现，10点半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她感到有些疲惫，可能是因为近来太辛苦了。完成了人体素描之后，按照惯例，她应该讲一个故事给女孩听。然而不知道为什么，
他无法回忆起任何一个故事，或许是因为他太累了，或许是因为女孩看起来太虚幻了，仿佛只存在于梦境之中。就在这时，女孩悄然走到了他的面前，淡淡的问道：“你怎么不给我讲故事呢？”他抬起头，正好对上他苍白的脸庞。他的头微微倾斜，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脸的两侧，那空洞而无神的眼神让他心悸不已。突然间，他打翻了一罐颜料，红色的液体顺着他的短裙和双腿流淌而下，浓郁的血腥气息扑鼻而来，这让他想起那个传说，仿佛看见女孩扭曲的脸庞。他大声喊着：“还我的孩子，还我的孩子！”并将血淋淋的双手向他伸来。他不禁惊恐万分，大声呼喊着，跳了起来。随后，他看到周围熟悉的物品和未完成的油画，这一切原来只是一个梦境。他擦了擦额头的冷汗，长长的松了一口气。然而，突然间，他感到有只手轻拍他的肩膀。“你怎么不给我讲故事呢？”他猛地回头，看见女孩的脸，她的头微微倾斜，长长的黑发披散在脸的两侧，那空洞而无神的眼神死死地盯着他。本集已经播放完毕，非常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大家点赞、订阅和支持。